有我在，保证你百发百中。唉，小麻雀，命不久矣啊！ 哎呦喂！我养了整整10年的雪鸟啊！你这个臭丫头，真是张乌鸦嘴呀！师傅，我哪知道这只傻鸟它真的会撞树而死啊！这丫头言出法随，嘴巴毒得很，还是赶紧把她送下山，不然我养的这些奇珍异兽，迟早被她霍霍干净。啊，至于呀，这。 玄学武术你都已经学会了，为师啊也没有什么可教你的了。不过刚刚为师随手起了一卦，今年你24岁，正是结婚的好年纪。结婚？这是为师给你定的婚约。哎，下山去见见吧，这都是命。师傅，你的那只麒麟兽都那么胖了，你还让它吃？你不怕它撑死啊？哎，怎么说话呢？不是吧？真撑死了！哎呦喂，我的麒麟兽啊！哎呀，那个师傅，等我结婚之后再回来接你下山养老。这可是用天才地宝养出的麒麟兽啊，就这么死了！师傅小心，房子马上就要塌了，你一个人可要注意安全。 哎呦，不然呢？哎呀，这儿的风水真不错，适合给师傅养老。嘿，霍公馆就是这儿了。好重的煞气啊！幸好我来得早，再晚2天就要出人命了。不过遇到了我，什么东西都能给你破了。大少爷。 为了身体，把药喝了，再不喝药都凉了。不用了，我这身体也撑不了多久了。这药喝不喝，都一样。大少爷，二少爷一家可是一直觊觎咱们霍氏集团，他们联络了很多股东，就等您倒下呢。还有小宝，霍氏集团只能由小宝继承。我离开之前。 会为小宝铺平所有的路，二叔他们1分钱都别想拿到。霍成章在不在？霍成章，你是谁？谁让你进来的？霍成章，我是来找你结婚的。结婚？宋之宇，哼，骗婚都敢骗到霍家头上来。 陈叔，我罚了，这个人就交给你处理吧。哎，霍成章，你快死了！你个骗子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我才不是什么骗子呢！我算过了，你天煞孤星命格，母亲生你难产，父亲早亡，你是被你爷爷一手带大的。6年前出车祸，伤了双腿。你呀，还有一个5岁的儿子。 你这霉运缠身、体弱多病的，哎，恐怕是活不过30岁了。不过呢，还好你遇到了我，跟我结婚，这些霉运都能化解。你调查我？什么调查？我这是算出来的。我还算出来你煞气冲心，气血逆流，马上就要发病吐血了。 你看吧，我就说了你要吐血。乌鸦嘴，你该给我走开！你可不止吐血这么简单，你这是被小人所害，后面还有更厉害的后果等着你呢。快跟我来！居然是败运术，难怪这家伙霉运缠身的，就算天生贵气，也经不住这么败啊！你们别进来了，就在门口。
6甲6丁，听5号令，驱除恶煞，大展威灵。过，搞定。你就这么随便摆弄2下，贴张符就好了？我那可不是普通的符，能除祟驱邪的。你那张床是1000年阴木打造的，上面沾染了煞气。 不仅会败坏你的运势，你在上面睡久了，身体呀会越来越虚弱，最后还会一命呜呼呢。胡说八道什么？那张床明明是梨花木，是大少爷花1000多万拍下来的。我刚刚帮你化解了煞气，怎么样？有没有感觉身体好多了？嗯。还有你这腿，我也能治。你能治？我这双腿这些年寻遍了名医，中西医都说治不了，你居然说你能治？就是。 你个江湖神棍，你懂什么艺术？山医命卜相、玄学武术我都会。怎么样？要不要考虑和我结婚？给他点钱，请他离开。哎，我刚刚不是都帮你化解煞气，你这身体都好多了，你怎么还是不信我呀？那是我为少爷喂药起了作用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少爷，我现在就赶他走，给我走走。哎，怎么办？这可是师傅给我定下的婚约。陈叔，哎，你最多给我1个月的时间。 我治好你的腿，你就跟我结婚。你个江湖骗子！少爷好心让你离开，你却在这大言不惭、胡说八道！赶紧走走！哎，别！我求你了，拜托，让我留下吧！求你了！我时日不多了，索性就相信他这一次。行，那你留下吧，给宋小姐准备一间客房。谢谢啊！哎呀，这房子还真不错。虽然成功的留在了霍家，怎么样才能让霍承洲跟我结婚呢？ 哎，霍承洲不是有一个5岁的儿子吗？要是能让那个小家伙叫我妈妈，就不怕霍承洲不松口了。嘿，爸爸，今天家里发生的事情，管家爷爷都跟我说了。这是大人的事情，你小屁孩别管。爸爸，你放心，我会替你赶走那个讨厌的坏女人。汤圆，我把你绳子给你解开，但是你要给我办件事，赶走坏女人。 这就是霍承洲的儿子霍小宝，好可爱呀！我立志要做他的妈妈。我现在带你去找坏女人。小家伙，我来了。这可不对，小家伙，快闪开！汤圆，你扑错人了，去养坏女人，小心！ 刚刚是坏女人救了我，小宝，快带着我走！爸爸，快救他！小宝，快过来！6甲6丁，听我号令，驱除恶煞，大展威灵，破！小宝，没事吧？小宝，你没事吧？你受伤了。一点小伤，没关系，很快就痊愈了。还有汤圆，睡一觉就好了。对不起，你不是坏女人，你是好女人，我同意你做我妈妈了。小家伙，你刚叫我什么？妈妈呀，我知道你想跟我爸爸结婚，我会帮你的。真是妈妈的好大儿。你儿子都同意让我做他妈妈了，你还不赶紧跟我结婚啊？走。反正以后她就是我的妈妈。我会好好照顾小宝的。随便你们。你说你爸爸为什么不愿意跟我结婚啊？应该是在等我妈回来。你妈妈？我爸出车祸昏迷了1年，这段时期我妈生下我就走了。我爸爸说我妈会回来的，可是等到现在都没回来，我不想等了。这什么妈，抛夫弃子！我得算算小家伙的妈妈在哪。奇怪，我怎么算不出来？妈妈，你的手指在动来动去，你在干什么呀？哦，没什么。你想不想跟我爸爸结婚？你有办法？什么？你让我直接睡了你爸？我爸是个瘸子，身残体弱，你身强力壮，妈妈加油！霍小宝，睡觉时间到了。小宝他在我这儿睡着了。看来小宝很喜欢他。打扰宋小姐了。小宝，
霍小宝。行了行了，他都睡着了，你就让他在这儿睡吧。你要是不放心的话，可以一起啊。宋小姐，你确定要当着我儿子的面跟我一起睡？有什么问题吗？还是这个小家伙想的办法呢？那让小宝在这休息，我回房间。哎，来都来了，别走啊！你要干什么？宋志宇，你给我住手啊！你要干什么？妈妈加油，扑倒爸爸！宋志宇，住手！当然是帮你治腿啦。裤子脱了吧。治腿也不用非得脱裤子吧，把裤脚挽起来不就行了吗？就你这个病殃殃的样子，要是我想把你怎么样，你还能反抗啊？你既然这么嫌弃我，干嘛非要想方设法的非要嫁给我？我也不是嫌弃你，我这就是实话实说嘛。怎么样，有感觉吗？没有，我这双腿早就没知觉了，你治不好的。兔子双腿被碾碎我都能治，你这腿我有什么治不了？宋志宇，这蜈蚣可是有剧毒的。你懂什么？蜈蚣又名百足虫，专门治腿的。怎么样，有感觉啦？没有啊。算了，别白费力气了。什么算了？我还没使出杀手锏呢。这2针下去，瘫痪都能痊愈。哎，宋志宇，你该不会想用这个扎我吧？你怕什么？这可是神兽角磨成的银针，治病有奇效。你不要过来啊！怎么样，有感觉啦？我的腿有感觉了。站起来试试吧。我的腿好了？当然没有。你说我的腿明明都已经有知觉了，而且我也能站起来了，怎么还是不能走啊？我才给你针灸了1次，你都病了5、6年了，哪有那么快啊？那要多久我的腿才能完全好啊1个月吧。针灸再配上我给你炼丹。你还会炼丹？我上次不都说了吗？山医命卜相玄学武术我都会，炼丹呢属于山。可惜这儿没有什么天才地宝，我得想办法弄一些才行。不过你先天不足，又遭小人暗算败运，虽然我及时出手相助，但是你也要好好调养。还有今天小宝也差点遭遇不测，如果不是我的话，后果简直不堪设想。哎，你们到底得罪谁了？这简直就是要置你们父子俩于死地呀！不管怎么样，今天十分感谢你救了小宝。你有什么要求，尽管开口。真的？那你就按照婚约和我结婚。哎呦，我跟你没婚约。你怎么还不承认婚约呀？你瘸腿命短的，身体还虚。哎，干嘛？你又在嫌弃我？不然你为什么几次3番的拒绝我？难道你真的不行？难道没人告诉你，不要随便说男人不行？奇怪，我脑袋里面为什么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画面啊？我也没用力啊，这就晕了，身体还真是虚啊。妈妈，早啊！咋了？
爸呢？昨晚不是让睡他吗？失败啦。妈妈别灰心，再接再厉。小宝，你不去上学，带我来这儿干嘛？他爷爷在这里住着，爸爸最听他爷爷的话了。他爷爷让爸爸跟你结婚，爸爸就不敢拒绝的。小宝，你真聪明。走吧，我们去见他爷爷。这间屋怎么不对劲儿？走。爷爷，这是我一步一叩求来的玉佩，能让您长命百岁。好啊，振轩有心了。爸，您看在振轩这么有心的份上，让他也帮忙打理霍氏吧，也好替程州多分担一些责任吧。哎呀，那个孩子呀，体弱多病的，我这个当二叔的看着也心疼啊。我老了，管不了这些了。霍氏在程州手里，才有了今天。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。老东西，既然你不肯，那就别怪我心狠。爷爷，我帮您带上吧。好。爷爷，等你死了，霍家的一切就都是我的。霍承洲那个残匪，还有那个小野种，很快就会下去陪你的。你，谁让你那么偏心呢？宁肯把霍氏交到那个短命鬼手里，也不肯给振轩。您呐，就安心的去吧。6甲6丁，听吾号令，驱除恶煞，大展威灵。臭乞丐，这玉佩价值千万，是你能随便碰的吗？这玉佩有问题，有人要害霍老爷子。你胡说八道！这种高端疗养院是你一个臭乞丐能随便进来的，赶紧滚！这是我妈妈，你不许凶她。你妈妈？你妈妈不是生下你就跑了吗？你哪来的妈？没妈的小野种！随便见到一个乞丐就喊妈，简直丢我们霍家人的脸！我就替你那个瘸腿的爸好好教训教训你。哎，不是，振轩，你怎么打我啊你？爸，我没有啊！啊！哎，这怎么了这是呀？啊！我控制不住自己啊！不是我要打你啊！哎呀！妈的，是不是你搞的鬼？是我又怎么样？贱人，你胆敢戏弄我们！只是给你们一点教训而已。臭乞丐，你找死！来人！我已经联系我爸爸了，等他来了不会放过你们的。霍承洲那个瘸腿的短命鬼来了又能怎么样？给他撑腰的老东西已经死了，现在整个霍家都是我的，给我弄死他们！阿莫，快召集人马，跟我走！不自量力，跪下！这是什么邪术啊？你赶快放开他们，否则我让你吃不上兜着走！这是怎么回事？二叔打自己嘴巴子。振轩，你怎么自己打自己啊？疯女人，我警告你啊，赶紧放了玩的，不然我要你好看！快点，小宝！小宝，爸爸，你来了，腿也好了。你没事就好。幸好有妈妈在，不然的话我就要被二叔打死了。堂哥，你别听小宝胡说，我是他亲二叔，怎么可能打死他呢？都是这个疯女人捣鬼。你刚刚站起来太猛，伤到了。回头我帮你针灸。这个女人竟然在给霍承洲治腿，爸，你快让堂哥管管呀！承洲啊，咱们可是一家人哈。这个女人，她就是个疯子。你看我被她给打的，你看。哎，我可没动手啊，刚刚明明是你自己打的。你承洲啊，我可是你二叔啊！这个女人啊，
他带坏小宝，害死老爷子，现在还要对我们两个下毒手啊！幸亏你来了呀！你还真会颠倒黑白。刚刚明明是他想用歪门邪道害死霍爷爷，是被我化解了的。你少在这挑拨离间，堂哥，我是什么人你最清楚的，我没这个胆子的。就是啊，郑轩他老实本分，他不敢的。我倒是觉得，他说的是真的。霍承周，你居然相信这个疯女的胡说八道啊！早知道是这样，当初你出车祸，我就不应该让郑轩输血救你。你父母要是还在，他们一定后悔生了你这么一个庶亲不分的一个混账东西。你，爸，你别生气了，你可得保重身体啊。现在爷爷已经走了，堂哥身体又不好，你要是再有个什么三长两短，这霍家可就没有个能做主的人了。那不是还有你吗？承周啊，你呢？时日无多，原本有些话我是不想说的，但是你实在是不知好歹啊！你啊，居然相信这个疯女人的话，我不能眼瞅着霍家百年基业毁在你的手里。那这是老爷子的遗嘱，霍氏集团以后交由郑轩打理。这份遗嘱啊是假的。你闭嘴！霍爷爷明明都还活着，不然等他醒了，亲自问问他遗嘱到底是怎么回事。老爷子明明已经让这个疯女人给害死了，你还在这胡说八道！你，太爷爷，你醒了！逆子！我们霍家没有你这种残害亲人的不孝子孙！你们两个被逐出霍家，手里属于霍家的所有财产全部收回！爸，我错了，爸！爷爷，我只是一时鬼迷心窍，你不能这么对我呀！爷爷，那这份遗嘱，我就是死，也不会把霍家的财产交给你这种孽障！来人，把他们给我拖出去！爸，我错了，爸，我不敢了，爸，爸，你饶了我，爸！爸，我们现在怎么办呀？你放心，霍氏集团迟早是你的，我倒要看看那个老不死的和那个死残废什么时候死。也对，不过霍承周身边那个女人坏我们好事儿，我得想办法弄死她。谁这么没公德心，在路中间拉屎？幸亏没碰上，差点就弄一脸屎。太爷爷坐，太爷爷坐。太爷爷，你别难过了，你还有我和爸爸。是啊，多亏了还有你们父子俩。你二叔父子被赶出霍家，除掉了霍氏源头，我们会越来越顺利的。相反，那两个人会越来越倒霉。这什么水？一股骚味！好，好你个小兔崽子！小宝，他是谁呀？太爷爷，她是我妈妈。承周，你有媳妇儿了？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爷爷，她不是我媳妇儿。太爷爷，爸爸妈妈就差领证结婚了。是吗？好了好了，你呀，就是我们霍家的媳妇儿。承周啊，这个小宝都认她做母亲了，你呢，该给的名分要给，尽快把证领了。霍爷爷，明天就是黄道吉日，适合我跟霍承周领证结婚。那好啊，当初九玄天尊把小宝送过来的时候，就预言过承周的媳妇儿会在这个时候出现，看来就是你了。是啊是啊，就是我。最新消息报道，霍氏集团总裁霍承周先生，明日将与一女子领证结婚。贱人，休想留在霍承周身边，坏我好事。先生，您找我？哎呦，您怎么了？哎呀，你们别激动哦。你回到霍承周身边，赶走宋之宇，阻止他们俩结婚。这霍承周的全儿还活不了多久。再说了，我俩都分开几年，现在回到他身边，怕是不合适吧？
我给你2000万。学生，这不是钱的事儿。2个亿，成交！你已经有知觉了，接下来可能会有点痛。你之前用那么粗的针扎我都……很痛吗？不痛。你要干什么？大晚上的叫出声不好，忍着点啊。这个女人一定是蓄意报复我，不同意结婚。宋小姐，爷爷说的话你不要放在心上，我不能跟你结婚。为什么？我身体的情况你很清楚，我活不过30岁，现在只剩下不到半年的时间了，我不能让你后半辈子守寡，这对你不公平。我管你公不公平呢，这个婚你必须跟我结。这次针灸以后，你就可以拄着拐杖走路了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以后不用坐轮椅了？我说了能治好你，就一定能治好你。我相信你。不过你也只是暂时的能拄着拐杖走路，如果感觉到乏力，就要及时停下来休息，别硬撑。以后每天我都会为你扎针1次，你的腿会越来越好的。明天我们就要领证结婚了，你可不能坐在轮椅上。那你想好要跟我这样命不久矣的残废共度余生了吗？想好啦，我困了，先去休息了。不是，你。快起床了！今天你和爸爸领证结婚。我差点忘了。你们先出去吧，给我5分钟，我很快就洗漱好了。你该不会就想穿这个跟我去领证吧？不行吗？带宋小姐去洗漱，好好打扮一下。是的，大少爷。怎么样，好看吗？好看，妈妈最好看了。爸爸，你怎么流血了？你怎么突然心跳这么快？怪不得要流鼻血呢。没事，我们去领证吧。陈州，你要跟他结婚领证，那我呢？他是谁呀？不知道，我也没见过。小宝，我是你的妈妈呀！你不是我的妈妈，她才是。陈州，你好狠的心！你竟然不告诉小宝，我才是他的妈妈。他好歹是我10月怀胎生下来的呀。裴小姐，你生下小宝之后就杳无音信，小宝自打出生以来就再也没有见过你。现在他不认你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哎呀，我的错，都是我的错。小宝，你放心，妈妈这次回来再也不走了。你不是我的妈妈。你不是小宝的生母。他怎么知道我不是小宝的生母？我看他的身形跟6年前的女人有些像，难道他才是小宝的生母？我不是，难道你是呀？我也不是，不过我能算出来，你不是。
我不是，那你倒是算算，谁才是小宝的生母？说来也奇怪，小宝的生母是谁，我居然算不出来。你不是会算吗？你倒算。这个嘛，天机不可泄露。你一个江湖骗子，少在这招摇撞骗。陈州，你看这个女人明显不怀好意，这还骗你跟她领证结婚，还是赶紧把她赶走吧。我的事情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怎么与我无关？我是小宝的妈妈，也是你未来的妻子。我看你人长得丑，想的倒是挺美的。你个江湖骗子，给我滚一边去！陈州，你是不是怪我当年不辞而别？其实我是有苦衷的。你能有什么苦衷呀？你不就是怕霍承洲出了车祸嘎了汤了，这才跑路吗？你再给我叫一句，你信不信我撕烂你嘴？最后了，最后了！你要是想继续狗叫的话，也可以。陈州，你知道吗？为了治好你，我这些年一直在各地寻找名医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我终于找到了国内第一神医，他可以生死人，受白骨。噔啦！王神医，这位呢就是霍承洲先生，还请你给他看着。不必了，我有宋小姐帮我治疗。有眼光，你呀，确实只有我能治。大言不惭！陈州，王神医可是我3顾茅庐才请出山的，比这个江湖神棍强千百倍。而且我听说霍老爷子一直在找九穴贴尊，想让他出面给你治疗。他行踪不定，这王神医呀，比他强千百倍。什么档次，也配跟我师傅相提并论？霍承洲，你就让他给你治，我倒要看看你找来的人能有多厉害。黄毛丫头，老夫的本事岂是你能估量的？我不知道你这个江湖神棍到底用了什么方法，说要治好陈州的腿，还骗他跟你领证结婚。但是我告诉你，今天我就要让你原形毕露。这真是好浓郁的阴气，要是扎到他体内，怕是要直接变命了。住手！陈州，快来人呀！来人呀！来人呀！大少爷，不好，霍先生病发了，要赶紧治疗。走开！你这个女人，居然阻碍我给霍先生看病，到底想干什么？你到底是想给他治病，还是想害他？我看是你想害他，这陈州都吐血了，你还阻拦王神医给他治疗？别碰大少爷！我就知道你这个女人想方设法的来到霍府，一定不怀好意。有我在，你就休想伤害大少爷。陈叔，你是不是年纪大，脑子不清楚了？是他们2个人要害你们家大少爷。现在霍承洲体内阴气侵袭，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，恐怕活不过3天。你闭上你的乌鸦嘴！何小姐，你快让神医救大少爷，大少爷和小少爷一直等着你回来呢。哎呀，陈叔，我这次回来就不走了，我会好好陪他父子俩的。住手！你别想阻拦，不许这样爸爸！该死的小家伙！你是想害死你爸爸是吧？啊，年纪小小不学好，今天我就要好好教训教训你。哎，不，小姐，孩子还小，就是因为这么小才好教育，不然像他这样长大就成为社会败类了。我打死，打死，打死！小宝，你这个贱人，竟然敢打我！我忍你很久了。小宝，你先回房间去，等妈妈处理好这儿，再叫你出来。快去。陈叔，你是非不分，助纣为虐。你医术不精，草菅人命。就你这样的水平，也敢跟九玄天尊叫嚣，简直不自量力。你给我做了什么？你快给我解开呀！等我给霍承洲治好病，自然会给你解开。睁大你的眼睛看好了，你要是再敢捣乱，小心你的狗命。陈叔，我是什么样的水平，你心里应该很清楚吧？如果你再敢耽误你们家大少爷治疗，他马上就要死了。宋小姐，你给大少爷治疗，我绝不阻挠。把我的银针拿来。哎，
你醒了，你没事吧？哎，大帅，怎么吐这么多血？宋小姐，怎么会这样？你之前睡阴木床导致阴气太重，现在又被引发出来，我来帮你治治。妖术，这女人会妖术！陈叔，这个女人一看就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快把她赶出去啊！哎呀，来人呐！快把她赶出去！谁敢动她，都给我滚！居然真的治好了！大少爷，你腿好了。宋小姐，你治好了大少爷的病，以后用得上老奴的地方，你尽管开口。陈叔，你客气了。你快给我解开呀！陈州，你的腿站起来了，太好了！离我远点。陈州，你怎么能对我这样呢？我可是小宝的妈妈呀！而且这个女人不知道用了什么戏了，你千万不要相信她，她是害你！我不信她，难道信你啊？我看是你跟那个冒牌的神医要害我吧？那个庸医呢？跑了。陈州，你怎么能这么想我呢？够了，不要挑战我的底线。陈叔，哎，送客。裴小姐，请。慢走不送。陈州，来人，请裴小姐离开。我不走，陈州啊，陈州！放开他！霍老爷子，霍二叔，这些他们欺负我。你们两个不是被赶出霍家了吗？哼，我们姓霍，是一家人，哪有什么隔夜仇？倒是你这个疯女人，赶紧滚出霍公馆！霍振轩，这里是霍公馆，还轮不到你在这指手画脚。哎呀，程州啊，这振轩呢也是关心你嘛。哎，这样的女人呀，玩玩就行了，可不能当真的。一大把年纪了，说话嘴巴那么臭，小心牙齿掉光。程州，我可是你亲二叔，你就眼瞅着这个疯女人，你就对我下狠手，你可把我牙齿都给我弄下来了。二叔要是少说话，牙齿也不会掉。堂哥，这个女人太邪门了，还是裴小姐和你登对。她毕竟是小宝的生母，你俩今天领证结婚这么大的事儿，我们一定会给你大办特办的。谁跟你说我今天会和她领证结婚？你不跟裴小姐领证，难道你要违背爷爷的意愿？霍老爷子让我和你结婚的，不然我今天也不会过来。不信的话，你问霍爷爷。爷爷，您让我跟裴秋燕领证结婚？是。陈州，你听见了吗？我可是爷爷亲弟的孙媳妇儿。爷爷，您昨天不是让我跟知雨领证结婚吗？怎么今天跟裴秋燕领证结婚？她是小宝的母亲。陈州，爷爷的意思很明白了，难道你想忤逆爷爷？爷爷，您别担心，爷爷他只是中了傀儡术，看我的。爸，疯女人，你对爷爷做了什么？你闭嘴！你疯女人，我警告你啊，你别乱来啊！你干什么你？陈州，你赶紧把这个坏女人赶出去！她不知道给爷爷使用了什么妖术，害得爷爷昏迷不醒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小问题，爷爷的昏迷只是暂时的，只要找到了傀儡木偶，很快就能化解。傀儡木偶在你身上！你胡说八道什么？什么傀儡木偶？我听都没听过！别拿你那套江湖骗术来污蔑我！还不承认？待会儿有你好看的！陈叔，帮我准备炉子、锅，还有3根萝卜。这，按他说的办。
些，恶心死了！故弄玄虚，装腔作势，肤浅。大功告成。哎，什么鬼东西啊，这么大一坨！哎，你该不会要把这东西给爷爷是吧？萝卜又名小人参，拿来炼丹破解傀儡术最合适不过了。哎，他怎么说的有鼻子有眼的？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这傀儡术是我师父黄龙道长给我的，没有百年道心根本破解不了。他不过一个江湖骗子。看好了。这个女人居然真的会解傀儡术！爸，现在怎么办？哎呀，慌什么？静观其变。爷爷，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哎，我不是在疗养院吗？怎么突然来这儿了？爷爷，你被下了傀儡术，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。现在霍爷爷已经清醒了，你还有什么可狡辩的？傀儡术？哎，爸，你别听这个女人胡说八道啊！你之前都是好好的，都是她把你给弄得昏迷不醒了，所以你做什么都不知道了。就是啊，爷爷，就是这个女人对你动手，还用所谓的傀儡术来污蔑我。她才是小宝的亲生母亲，她跟堂哥领证结婚，天经地义啊！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对呀，霍老爷子，我可是秋叶呀，小宝的生母，该跟陈肉哥哥领证结婚的是我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爷爷，就是他捣的鬼。他看到小宝的生母回来了，不乐意看到他和堂哥领证结婚，就对你动手，简直歹毒。你还嘴硬是吧？非要逼我彻底破了傀儡术？那你破呀！你可想好了，下咒之人可是会被反噬吐血的。这简直就是危言耸听！明明就是这个妖女用了妖法，让霍老爷您昏迷，然后把你之血再嫁祸给薛少，然后阻止我和陈州哥哥两个领证结婚，这简直就是罪大六甲六丁，听我号令，驱除恶煞，大展威灵，破！姐，这个女人只有两把刷子，真的，这个女人真会妖法！志轩！哎，我忽然觉得我浑身充满了牛劲儿啊，腰不疼了，腿不酸了，也不困了，还不赶紧带着这个孽障滚！都被赶出家门了，还来生事！再有下次，别怪我不顾亲情！哎，这对父子都被扫地出门，看来是指望不上。霍成章，只能是我的。这次又要感谢你了。以后都是一家人了。走吧，领证去。跟我结婚这么开心啊？对啊，这样就可以接我师傅下山，给他养老了。所以你是因为你师傅才非要跟我结婚的？那不然呢？啊，没有那臭丫头在，我这日子赛神仙呐！师傅，我结婚了。什么？这么快就跟霍家那小子结婚了？对呀，师傅，等我回来之后……哎，别！你千万别回来祸害我的天灵地宝跟奇珍异兽！我去找你。哎呀，总算躲过了一劫呀！我师傅说了，他会来找我们。那你师傅他老人家是谁呀？我师傅他叫宋不归，他……知雨啊，你以后要是出山了，可不能在外面提及九泉天尊啊，不然会被他们烦死。啊，师傅，我知道了。哎，算了，还是别暴露师傅的身份，给他带来麻烦。是什么？他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老头子，我是他一手带大的。那你父母呢？我没有父母，我是被我师傅从山里捡回来的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好好对你的。呀，咱俩不也差不多吗？你放心吧。
我也会好好对你的。行了，那我们走吧。你师傅要来，我们去给他挑见面礼。走。黄龙道长，您可一定要救救我儿子啊！居然破了我老夫的傀儡术，还重伤了宣少，是一个叫宋之宇的女人，也不知道霍承昭从哪儿找来的。我龙虎山的威名，岂能被一个女人踩在脚下？把这个给宣少服下。啊！儿子，你感觉怎么样？我没事。啊，黄龙道长，我被人害得好惨，你可一定要替我报仇，钱不是问题。宣少放心，教训一个女人而已，这次我只要500万。别说500万，只要能教训宋之宇那个贱人，我给你再加500万。啊，好说好说。那我先去讨一些好东西做准备。我跟你一起去，我要亲眼看着宋之宇那个贱人死无葬身之地。好眼光啊！这可是唐代的青花瓷，距今已有1000年历史了。这1000年的陪葬品，老板恐怕也是怕卖了出事儿，才一直放在这角落里的吧？看来您是懂货的。那我就不打扰你们了。这个花瓶找机会送给那个女人，这花瓶里的1000年阴气会一直缠着她，让她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老板，这个花瓶我买了，10万。可以。不过我把丑话说到前边，出了什么问题，我可概不负责。老吴，哎呦，霍总来了！哎呀，刚好我们店新进了一批货，您有喜欢的随便挑。傀儡术反噬吐血，你怎么这么快就好了？就是这个女人，我说了，那是你污蔑我，堂哥，你看我毫发无伤，就足以证明。都是这个女人暗中捣鬼，你千万不要相信她，你赶快把她赶走。这种人留在身边就是祸害。我们已经领证结婚了，她现在是我的妻子，以后说话客气点。这就领证了，这也太快了吧！哈哈，那我以后得喊你一声堂嫂了。哎呀，以前是我不懂事，多有得罪。这青花瓷就当是我给堂嫂的道歉礼。又用这种手段，看来霍振轩背后有人指点，我得想办法找出来，不然一直幕后使唤，没完没了。好啊！哎，等等，这花瓶还没结账呢。支付宝到账10万元。谢谢谢谢。才10万块钱的花瓶，也好意思拿出来赔礼道歉？霍振轩，我的夫人可没这么廉价。哎，你忘了，他已经被霍家赶出去了，恐怕是没钱了。那我那500万呢？你别听他胡说八道，我堂堂霍家2房嫡出少爷，家里怎么可能没钱？不就500万吗？我转给你。宣少手里这个花瓶虽然只是10万买的，可却价值连城呀，最少值10个亿，用来给你道歉，那是再合适也不过了。对，堂嫂，你赶快收下吧。我身边的这位可是大名鼎鼎的古玩大师，他说的话不会错的啊。是吗？这花瓶真有你们说的这么好？你要不信，你问堂哥，堂哥懂货的。没错，确实是唐代青花瓷珍品，距今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，收藏价值确实有10个亿。行，那我就勉为其难的收下了。嗨，你怎么就水灵灵的给砸了？你未免也太不把我放在眼里了吧？这可是我用来向你赔礼道歉，收藏价值10个亿的唐代青花瓷。堂哥，这你不管管？
这是陪葬品，阴气很重的，不砸留着祸害无穷啊！这丫头有两下子。你什么意思啊？难不成我会用陪葬品来害你？你当然会害我。堂哥，我忍痛割爱，送他价值10个亿的唐代青花瓷向他赔礼道歉，他不领情就算了，还污蔑我。这种女人你娶回去祸害3代啊！你赶紧跟他离婚，把他甩了。我怎么做还用不着你在这指手画脚。加强阴气的符，你是怕这阴气还不够旺啊？你别胡说八道！花瓶都碎了，你还躲着干嘛？出来！再不出来，我可要将你灰飞烟灭了！6甲6丁，听我号令，驱除恶煞，大展威灵！别，我出来！我的妈呀！这世上真的有科学无法解释的东西！你快出手啊！我给了你500万的。这丫头的道行比我可深多了。今天换了身衣服，没带玉净瓶，看来只能叫你灰飞烟灭啦！不要，是他的符纸让我增强了力量，不受控制。我没想害你的。原来就是你在背后指使霍振轩耍阴招。误会，这都是误会啊！误会？对，都是误会。大嫂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，求你把我当个屁放了吧。再有下次，叫你们2个都灰飞烟灭，滚！宣少，你这和我较量呀！你这钱我还给你，我劝你以后也别作死惹他，保命要紧呀！不了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爸爸妈妈回来啦！爸爸妈妈真般配，要是能给我生个妹妹就好了。大人的事情，小孩子别瞎操心。妈妈，爸爸都跟你领证结婚了，怎么还分床睡？妈妈，我想要妹妹，快去房间里跟爸爸睡觉。爷爷，我干得不错吧？你怎么进来了？小宝他让我进来的，他说想要妹妹。你别听他胡说，我这样的怎么能跟你？你别担心，有我在，保证你百发百中。你要干什么？当然是帮你治疗啦。你体内阴气堆积的太多了，如果再被引发出来，你可承受不住。把衣服脱了吧。我不行了，累死我了，换个姿势。哎，那我这样你轻松点没？不行，还是累，我要用道具了。还是现在年轻人玩的花呀？不是你看，趴好，赶紧把你体内的阴气吸完，睡觉。我吸。你离我那么近干嘛？没什么。哎，一大早的这样不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打扰了，你们继续。忘了说了，我有九玄天尊的消息了，程州啊，你有救了。我说那个程州啊，你身体不好，还是节制点儿。这一大清早的，好了，我再不进来了。你体内的阴气已经被吸得差不多了，但是经脉还没完全通。不过问题不大，以后我慢慢给你针灸。
所以你刚才在乱摸，是在给我检查呀？当然啦，不过为了防止你日后再被阴气干扰，我决定给你做个护身牌，就是不知道哪里有上好的玉石。这个简单，我带你去玉石交易场，正好今天开始。来看那臭丫头，总得带点礼物，看看能不能捡漏点好东西。哎呀，秋燕，哎，你看这交易会上来了这么多豪门权贵，你给他多认识点有钱人呀。妈，再有钱能比得上霍家吗？对了，我可是亲眼看到霍承舟站起来了。真的？赶紧和他再续前缘呐！霍家京海首富，当初他车祸，霍老爷子求着你嫁你不嫁，现在霍承舟好了，哼，你再想嫁进霍家，怕是难了。不错呀，我这那小子不是早结婚了吗？你怎么嫁过去啊？你懂什么？结了不能离啊！哪来的老东西，敢偷听我们说话？快！据说九玄天尊会出现在这里，几年前的一面之缘，也不知现在我还能否认出他。霍承舟来了！霍总跟他的新婚夫人，天哪，真般配啊！这霍总什么时候能站起来了？传闻不说他瘫痪，快死了嘛？我看这人家这好着很呀。这是我孙子和孙媳妇儿，不错吧？郎才女貌，天生一对啊！老伙计有眼光。他是当初我丢掉的那个孩子。小妈，你一直盯着宋之玉那个贱人看什么？啊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要是婷婷还在，也有这么大了。都怪我，后母难为呀。再加上婷婷的孩子不喜欢我，当时我还有秋燕要照顾，是我没注意，让她出去玩，给丢了。爸，你干嘛呢？好端端的让我妈难过，这事都过去这么久了。欢迎各位来到原石交易场。我来介绍一下规则，在场的所有宾客皆可自由挑选原石，若多人挑选到同一块，则以竞拍的方式价高者得；若只有一人选中，则根据原石上的底价成交。这么多原石，这谁知道哪块里面是翡翠啊？所以说赌石这玩意儿，这一刀穷还是富啊，全凭运气。我宣布，原石交易现在开始。点兵点将，10万，一看就是便宜货，肯定是块石头啊。100万，这块肯定是个翡翠。就是贵呀，有贵的道理呢。你不要，我要。这种边角料的石头，也只有你会有。你懂什么？这块石头里面如果能开出帝王绿翡翠，值多少钱？要是能开出帝王绿翡翠，能把这儿所有的原石都买下来。不过，你确定吗？老夫玩玉石几十年了，这块石头里面不可能有翡翠。您是李老，李老祖上3代都是做翡翠生意的，肯定不会看走眼。姑娘，还是换块原石吧。爸，什么手？我就要这块，我这个里面肯定有翡翠。白日做梦，这翡翠要是这么能容易开出来，哪有那么多人倾家荡产啊？陈舟，你看他根本什么都不懂，你别理他。那我的这块是翡翠，送给你。裴小姐，请自重。我结婚了，有老婆。我老婆想花10万块钱买这块原石，买了就是了。10万块，有人竞价这块原石吗？好，那这块原石为霍总夫妇。看见没？根本就没有人想要你这块破石头。我这个里面肯定有翡翠，你的那个才是破石头。哈哈哈！你以为你有透视眼呀？这么块便宜的石头还能开出翡翠来？那你就看清楚。帝王绿，帝王绿，哇！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
卖给我！哎，我出3000万，5000万。是老夫有眼无珠，这8000万，这块翡翠让给我好不好？不行，这是我原石开出来的。什么你的原石？这是霍承洲花了10万块钱给我买的。这个给你做护身符有点小。那8000万卖给你。多谢霍夫人。有什么了不起？我不信，我这块肯定比你还大。就是一块石头啊！这花100万就买块石头啊？大冤种啊！这怎么会这样啊？我都说了，你这里面是个石头，你偏不信。我再给你挑块别的。这个300万，有人竞价这块原石吗？我就不信你还有这么好的运气。陈州，我刚刚花了100万买了一个教训，这块原石300万可不便宜哦。300万很贵吗？霍家金海首付300万，在霍总眼里不值一提。哎呀，这裴家小门小户的，这哪能跟霍家比呀？300万在他们眼里算贵的了。陈州，我这是为了你好。他刚才开出翡翠是运气好，我就不信他还能开出来，不然大家早就暴富了，对不对？裴小姐，管好你自己就行了。300万，有人竞价这块原石吗？里面也许可能有翡翠，但300万买下来，不值。不错，我宁愿花300万直接买翡翠成品，这拿来赌石，这太不划算了。我就不信你还能开出翡翠。帝王绿，又是帝王绿，又是帝王绿，居然又让你开出帝王绿了。孙媳妇儿，你可真厉害呀！一连开出2块翡翠，前所未有啊！老伙计，羡慕吧？师傅，你怎么来了？还跟霍爷爷一起？你就开心的玩吧。这块帝王绿甩头充足，通体透绿，极品呐！开出来的这块翡翠啊，比我手中还大1倍，保守估值2个亿往上。霍夫人，没想到您这么会赌石啊！没有，我这可不是赌的，我能掐会算，看一眼就知道里面有没有翡翠。呵，装腔作势，只不过就是运气好罢了。就是，有本事你再选上一块开呀！这块原石500万，有没有人竞价？谁拿500万赌这个破石头？没人竞价，那这块原石归霍夫人了。粉钻，这怎么可能？居然连开3块都出货！这块粉钻毛坯剔透晶莹，放眼世界都罕见，比翡翠还珍贵，估值5个亿往上。运气好罢了，我就不信你还能开出来。赌是赌是，实赌就说。哎，我这可不是赌，我能掐会算，看一眼就知道。不愧是我的乖徒儿，天赋卓绝。这一块原石底价800万，有没有人？我1000万，我看上这块原石了。你疯了你！1000万赌石啊！妈，这个女人会旁门左道，我见过。这块原石肯定出货。秋叶，你这么做不好吧？这是霍夫人选中的。有什么不好的？人家规则上可是说了，看上同一块原石那是允许竞价的。主持人，我喊价有问题吗？没有。还有人竞价这块原石吗？5个亿。疯了吗？花5亿赌石？你确定要花5个亿买这块石头？是这一桌原石。还有人要跟我竞价吗？不了，这桌原石最多值1个亿，花5亿买太败家了。哎呀，这霍家家大业大的，我们比不了。你还要跟我叫价吗？你脑子有病吧？花5个亿买一桌不值1个亿的原石。陈州，你看这个女人又败家，拿着你钱肆意挥霍，简直是不知羞耻。知雨是我的夫人，我的钱她想怎么花就怎么花。就是，我想怎么花就怎么花。就是，跟你有关系吗？跟你有关系吗？陈安九，你简直是太纵容他了。他前面就是运气好，所以连开3块。
你现在花5个亿买这桌原石根本就不值。再说了，如果这桌开不回本，不仅是在浪费霍家钱，可是在丢你的脸呀！对呀对呀，陈州，我们家秋燕说的对，你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臭丫头，你赶紧道歉，把这堆原石给他退回去，那还来得及。要不然到时候你就丢的是霍家人的脸。这是人家的事，跟你们两个有什么关系？还是少掺和。你懂个什么呀你？我们家秋燕呀，那要是嫁进了霍家，那这死丫头败的这些都是我们家秋燕的钱。就是。我夫人怎么做事，还轮不到你们再指手画脚。5个亿而已，你玩得开心就行了。谢谢老公。这些都是霍夫人精心挑选出来的原石。一堆原石里面，要是有1/10的出货率，都算是高产。我就不信他有这么好的运气。霍夫人，需要我替您开吗？可以啊，你随便开，里面呀都有翡翠。装腔作势，哗众取宠，我就不信这一盘你都能看出来。就是，你当着这么多人的面信口开河，给霍家丢脸，我看你到时候怎么收场。裴总，请管好你的亲女，再敢诋毁我夫人半句，就别怪我让裴家从京海消失了。霍总，是我管教不严，从现在开始，你们2个给我闭嘴。接下来进入开原石环节。满绿、玻璃种、冰种、蓝田玉、和田玉、独山玉。天哪，竟然开上独山玉！这是我职业生涯的巅峰时刻，一口气连开6块原石，都出了极品。小意思，小意思啊！把剩下这些原石一起开了吧。好。等等，这里面已经没有原石了，这石头都被我开光了，剩下的都没有了。你确定？不过，哎呀，我刚刚挑选原石耗了太多的精力了，我现在头有点晕。诸位，我夫人体力不支，需要休息。至于剩下的原石，你帮我卖了吧。哎，我出5000 5000万。万，还有人竞价吗？哎，我要出1个亿。2个亿。你胡说什么？2个亿，这是裴家3代的积蓄。哎呀，爸，你看这一批原石有这么高的出货率，肯定都是极品呀。对呀对呀，这剩下的这些原石随便开2个出来，那就能回本儿。爸，别犹豫了。不行，万一开不出来，裴家直接破产。裴小姐，考虑清楚了吗？2个亿。我考虑清楚了，2个亿，我要了。你哪来这么多钱？你不出，我借钱替女儿出。哎呀，还是我妈咪好，爸爸不给钱，倒是我挣了1分也不会给你。丑话说在前面，要是赔了，可别找我。我才不会赔。主持人，开。这怎么可能？哎呀，应该再下一个，继续开。怎么会这样？继续给我开，等我开了。全部都是石头，这也太惨了吧！花2个亿买了一堆石头。不对啊，是2亿，2亿100万，还之前也没开出来嘛。怎么会这样？都是破石头。这简直是我职业生涯的滑铁卢。幸好没听你们母女俩的，看你们怎么收场，我是1分钱都不会出的。妈，2个亿，我亏了2个亿。哎呀，老公，跟我没关系。你想都别想，你们母女俩自己想办法。我可是你唯一女儿，你真的不管我了？我没有你这个孽女。要不是婷婷失踪了，好啊，这么多年了，你一直惦记着你前妻的女儿，我和秋叶一直陪你这么多年，我们算什么？裴正子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们啊？你不好，有人要说人命了！老公，你怎么了？你快起来呀，老公！爸没有呼吸了，医护人员，快来啊！快来人呀！快！妈，爸要是走了，咱们该怎么办呀？走了就走了，反正这么多年，他心里都是他死去的前妻可能不见的野种，
眼里根本就没有我母女俩。正好他一死，那陪他的财产那不都是咱娘俩的了吗？你说的对，姐，我已经尽力了。哎呦，老公，你怎么能丢下我们孤儿寡母的老公？爸爸，没有你我们该怎么办呀？你父亲刚走，体内还有一口阳气，魂魄也还没有离体，他还有救。你干什么呀你？当然是救他了。医生都说没救了，你拿什么救？你别在这捣乱了，别以为你自己会点旁门左道，这可是人命关天大事。我都说了，他还有救，你在怀疑我的专业度？我可以为我夫人担保，他能救裴总。陈州，这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任由他捣乱啊？我老公已经没救了，你还想在他的遗体上折腾，你简直是歹毒！你们母女俩真的很奇怪，霍承洲都说了替我担保了，你们还推三阻四的阻拦我，你们是不是怕我真的救活他？这母女俩的反应确实不对劲。谁不想让我老公活了？你胡说什么呢你？就是啊。魂龟，他就活在这，医学奇迹啊，真的活过来了。之前心跳和呼吸都已经停止了。哎呦，老公，你没事就好，你没事就好。你刚才吓死我了，爸，你刚才捣乱我跟妈妈都紧张死了。是你救的我，举手之劳，您没事就好。他该不会认出来这小野种了吧？霍夫人，救命之恩无以为报，能否上联让我请你吃个饭？吃饭就不用了，我今天还有其他的事情呢。隔空相遇，起死回生，他到底什么来头？哎，对了，记得帮我把我的玉送到霍公馆。好嘞。不知为何，我总觉得这丫头亲切。什么？你说宋之宇那个贱人是我爸丢失女儿裴秋婷？小声点儿。妈，他都已经抢了我的霍夫人了，现在又来抢裴家，他怎么办呀？这样，你先把霍承洲搞到手，成了霍夫人，然后把那个小野种，到时候你爸就是知道了，他也不敢说什么。妈，承洲对我什么样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眼里根本就没有我。那就生米煮成熟饭，更何况了，你是小宝他妈妈，那个小野种拿什么跟你比呀？你说的对。师傅，我都快想死你了。哟，原来这老伙计是宋丫头的师傅，真是缘分呐。辛苦你照顾这丫头了，没给你们添什么麻烦吧？知遇很好，他是我的福星。那就好，那就好啊！万一霍家不满意，把这臭丫头推回来，我又要糟蹋霍霍。师傅，你都不知道，我来了以后，他的运势都变好了，腿也能站起来了。不过，师傅，他的腿我倒是能治，可是他活不过30岁这个事情有点棘手呀。我又没有天才地宝能给他炼丹续命。小问题，续命丹啊，师傅有。哎呀，师傅，你太懂我了！有了这个续命丹，你就能长命百岁了。喂，好，我这就过去。我还有点事情要去处理一下，你先带师傅和爷爷回霍公馆。好。陈昭，喝茶。不用了，借口小宝抚养权的事情约我出来，想要多少钱，不妨直说。这不是钱的问题，霍总，我们家秋燕那是小宝的妈妈，那你结婚后，那小宝跟着后妈，那后妈她终归是照顾不周的呀。裴秋燕生下小宝之后就不闻不问的，你们有什么资格说这些话？陈昭，我真的知道错了，这杯茶就是我向你认错的，你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？好不好嘛？1个亿，从今往后不要再来烦我，更不准接触小宝。陈昭，
你想干什么？我要干什么？我们俩又不是没有睡过。滚开！你在茶里下了料。现在才知道呀，晚了。baby， 霍承舟，你跑不掉的，这样啊，烈得很。老神仙手里拿着一把金斧子，出现在樵夫面前。圆妹，爸爸怎么还没回来？都这么晚了。是啊，都这么晚了，霍承舟怎么还没回来？我来算算，他在干什么？不好，霍承舟有危险！霍承舟，你跑不掉的，这样啊，烈得很。好热，好热！霍承舟，你就不要挣扎了，我来帮你吧。滚！你别过来，滚出去，滚出去！承舟，你就别挣扎了。你滚！你听到没？我让你滚！我让你滚啊！哎呦喂，辣眼睛，辣眼睛！宋之宇。你来了，你没事吧？来，扶你起来，我送你回家。可以吗？爸爸妈妈，我们什么时候可以生个妹妹呀？大人的事，小孩别操心。你早饭吃好了没有？我送你去学校。我送小宝去完学校之后，去公司给你针灸看腿，以后你就不用拄拐杖了。续命丹记得每天都要吃。好，我知道了。乖徒儿在霍家一切顺主，也很喜欢这个孩子，该找个机会告诉他一切了。妈，你看那贱人打的！你说你呀，哎，到手的鸭子都给我飞了！我哪知道宋之宇会找来呀？不是妈，难道我们真要拿1个亿来量事吗？我不甘心，明明霍夫人的位置是我的，凭什么让宋之宇那个野丫头占了便宜？既然霍承舟行不通，那就从霍小宝下手。再怎么样，你也是他的母亲。咱们这样，咱们绑架霍小宝。你是谁？怎么进来的？裴秋燕是吧？你在我们交易所买了2亿原石，还没结款。怎么还有滞纳金？每天按1/1000算。当然有滞纳金，我们在当天交易后就会收到打款。你可是第一个敢扩账的。7天之后，要是没钱打过来的话，我就把你卖到送到缅北，你身上的卖的都被卖了。我一定会把2个亿还给你的。妈，你快想办法呀！你松开我女儿！我老公有钱呢，他说的2个亿肯定能给你凑齐的。裴总早就说了，他不会管，况且交易单上是他签的字。不会的，我是爸爸的女儿，他不会不管我。最好是这样，7天内把款打过来，别想着赖账逃跑。我们交易所可是黑白2道通吃，遍布全国。凭什么？我是爸爸唯一女儿，他凭什么不管我？早知道让他死好了，都怪宋之玉那个野丫头多管闲事，把他救回来。哎呀，你现在说这些有用吗？当务之急是通过霍小宝拿下霍承舟。
那到时候那2个亿的债务又算什么呀？你好，我找霍承洲。你有预约吗？我是他夫人。就你也配说是霍总夫人？你也不三胖娘照照你自己，一副乡巴佬的穷酸样。你怎么说话呢？我真的是他夫人。不信的话，你叫他下来见我，你就知道了。赶紧走走走，别在这浪费我时间。你也不睁大眼睛看看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再不走，我可叫保安了。你嫂子来了，我来接一声，您还亲自下来。老公，你干什么呢？霍总，这里有个疯女人，她没有预约，还非说是您夫人，我这就把她赶走。你被解雇了？不是，她是我夫人。快看快看，霍总和夫人出来了！真的假的？没听说霍总结婚了呀？应该是没办婚礼吧？之前看新闻有说霍总领证了。志远，你早上说这次针灸完之后，我的腿就能彻底好了，是真的吗？当然是真的啦。好了，走2步试试吧。以后你就不用拐杖了。我的腿真的好了。志宇，谢谢你。不好了，幼儿园那边说小少爷不见了。怎么可能啊！早上我送小宝去幼儿园的时候，明明都好好的呀。我知道小宝在哪儿了，我去救他。刚是什么东西过去了吗？难道是超人？胡总，我是不是年龄大了？这个眼睛花了，看错了。应该是，不过我感觉我应该也眼花了。下来，下来，给我下来！坏女人，放开我！臭小子，再不老实，我打死你！你给我站住！我没眼花吧？他刚刚截停了一辆全速行驶的大货车。你有必要？短剧都不敢这么拍吧？小宝，你没事吧？妈妈，你来救我了！那个坏女人抓的我。孙志宇，你别过来！孙志宇，我跟你说，你。裴总，之前您的夫人和女儿以小宝的抚养权为由约我，实则为了爬床算计我，因为没有得逞，所以我就没过多计较。但是今天他未经允许从幼儿园把小宝带走，裴总，您是否应该给我一个交代？瞧瞧你们母女俩干的好事！霍总，我们家秋叶那是小宝的母亲，她想小宝了，这才把他带出来的，没有恶意，没有恶意的。胡说，她是坏女人，她还打我。霍总，你就是这么教育孩子的？哎，秋叶那可是她的妈妈呀，她这样子骂秋叶，那秋叶身为母亲，她怎么受得了呀？霍老爷子，这秋叶她真的没办法呀。这霍总，他要给小宝找后妈。够了，宋丫头是个好孩子，她会将小宝视如己出的。你少说那些冠冕堂皇的话，开个价吧。今后小宝跟你们没有任何关系。我也做不了主呀，那得等秋叶醒来再。师傅，现在他醒了，刚好可以听听他的事。说，你为什么要强行带走小宝？原石交易所的2个亿我没钱给，之前骗霍承洲下药爬床又失败，所以我就强行绑走霍小宝。如果成为霍夫人，不仅可以还清2个亿，还可以赶走孙之野并弄死他。如果成不了霍夫人，还可以用小宝来换2个亿的赎金。那我再问问你，你到底是不是小宝的生母？我不是小宝的生母。6年前与霍承洲发生关系的人不是我。
不是你，那是谁？我不知道，但那个身影有点像孙志宇。怎么可能是我啊？哈哈哈！啊，傻丫头，当然是你，你就是霍小宝的母亲。师傅，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我怎么可能有小宝这么大的儿子啊？那时候你调皮，偷偷的跑下山去玩，便有了这段露水情缘。你年纪小，为师便封存了你的那段记忆。那个人真的是你？当时你神志不清，当时你……原来真的是你啊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妈妈，你就是我的妈妈。哎，我说老伙计，宋丫头真的是小宝的亲生母亲？我记得当初是九玄天尊抱着小宝来找我的，说是等时间到了，他的亲生母亲自然就会出现。哈哈哈哈！我就是九玄天尊啊！哈哈哈哈！对对对，你变成这个样子，我就认出来了。九玄天尊，你就是九玄天尊。天尊可是有话要对我说。这丫头是20多年前我在山林里面见到的，你可曾丢过一个女儿？你是我的婷婷，难怪我一直觉得你这丫头亲切，原来是我的女儿。当初婷婷才3岁，她是怎么一个人跑到树里丢失的？你好狠的心，竟然连一个3岁的孩子都容不下！老公，我你会为你做的事付出代价的！我要把你送到警察局！还有你这个孽畜，下辈子就在牢里待着吧！多亏了你，我才能再次见到我的女儿。我也要感谢你，把志宇送到我的身边，让我们一家3口团聚。哈哈哈哈！一切因果皆有定数。